来了。哎，买这么些东西。哎，达夫跟焕宇呢？我要离婚。啊？为什么？不为什么。那是为什么呀？又不是写新闻稿，哪那么多为什么呀？不想过了，不爱对方了。你知足吧你！你爸我活快70了，只见过责任，没见过爱情。哼，想离就离，别学你妈，明明知道没感情，还凑合一辈子。既然你们没爱情，当初干嘛搞在一起啊？别听你爸瞎掰，没爱情，那他当初手拿鲜花，单腿下跪向我求婚，那是什么呀？那是冲动。虚伪。哎呀，要说没爱情，那也是我人老珠黄以后。哎呦，他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呐。明明是他鼾声打得震天响，非说是我把他给震醒。哼，这一辈子都在怪我，怪我不够漂亮，怪我不会发嗲，怪我文凭不高，怪我皮肤粗糙，还怪我不会照镜子，不像个女人。听见了吗？我告诉你，你爸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忍过来的，你就不能学学我呀？宰相肚里能撑船，天下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啊，一吵架就想着离婚呐？我们没吵。那为什么离呀？没感觉了呗，干嘛非得勉强自己啊？你可是这叫生在福中不知福啊！感觉比家庭重要吗？你就不想想孩子的感受啊？我跟你说，当初要不是怕伤害你，我跟你妈还真就离了。你们愿意和稀泥，我不愿意。那就离吧。你妈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没离。穆教授，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的作品是《日瓦戈医生》。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得意的时候读它，失意的时候也读它。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仍然没有放弃反抗，却一直被嘲笑。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下节课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它的作者，奥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下课。穆教授，我是钟律师，冉东东委托我来跟你谈谈。认错人了。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找个律师干嘛呀？你也可以找。我不找。有些事不能代理。既然恋爱是俩人亲自谈的，那离婚也得俩人亲自离。我亲自跟你谈，你会同意离吗？我会不同意吗？那结婚这么多年了，你提的哪条要求我反对过？这么痛快啊？是不是早就有备胎了？备胎？就我这条件，离婚之后再找不难吧？女儿跟我，跟我，我不同意。那就跟你。这么爽快？我以为你会跟我争夺一下欢愉的抚养权。我爽快不是因为我不爱欢愉，是因为以我对你的了解，欢愉跟你不会受半点委屈。自从嫌犯翻供，领导不让你负责大坑案，我就担心你情绪失控，搞出点什么事儿来。我想过各种离谱的可能性，但有一点我没料到，你会把咱这家给弄散。那不是你要离的吗？怎么又怪上我了？我是出于自尊才那么说的。你都说不爱我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自从你开房不说实话之后，我就想到了，迟早会有这一天。我说过了，我没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不信，那是你的事儿。就像我说了，1+1等于2，你说你不信，那是谁的事儿啊？你不要偷换概念，这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行，你随便，随便了。存款1人1半，鹤塘小区的房子归你，这套房子产权人变更为我和焕宇。行，焕宇的抚养费每个月打给你。好。东东啊，你是真想离婚呢，还是用离婚和认为我出轨这事儿去排解你破不了大坑案的压抑呀？你要是没什么问题，我就让律师起草离婚协议。再加一点儿。你说不管谁带队，破了大坑案之后，我跟你办手续。有这个必要吗？反正你不同意，我不签字。成交。成交。这整夜的不睡，身体不都熬坏了？我在执行任务。我觉得自从我们定了那协议呢，你是不愿意结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问的邵天伟，他请示了灵房之后跟我说，他们不怕你影响我办案？醒醒点吧！你现在盯梢的目标是他们放弃的目标，否则的话，他们不可能告诉我你在哪儿。你以为你在办案，但他们或许觉得你是在逃避。家里边有床你不睡，你偏得睡车上，以至于他们都觉得咱们两个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我们夫妻恩爱，家庭和睦，还给了他们3个请求。1，请求他们相信你的直觉，据我统计，你的直觉有60%都是正确的。2，请求他们多给你一点时间，你肯定能把凶手给揪出来。3，请求他们配合你办案，因为你除了办案，你对其他都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准确率也包括我对你出轨的直觉？不包括，因为你的直觉有40%是不准确的。照你这么说，我现在盯梢的这个目标也有60%的作案可能。按概率有可能。可60%毕竟不是100%。如果是你，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有着美丽的妻子和乖巧的儿女，你会行凶吗？我不会，但这仅代表我自己，不保证别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作，瞎折腾。我折腾婚姻。对，说的就是你。今天不聊这个。哎，我问你啊，如果你现在要托人办一件很绝密的事情，
你会拖谁？我的第一选择肯定是你。那要看是什么事儿。杀人？我肯定不会杀人。假如，那就找有血缘关系的人。最近啊，这叫基因信任。来吧，喝点东风特饮提提神吧。这几天我对徐山川还有他周围的人进行电话监听，我有了点新的发现。林芳，你说吧。嗨，谁说都一样。哎呦，这不休假呢吗？行，那我说吧。近几天来呢，徐山川的手机通话次数很少，除了有个别跟生意有关的，其余都是跟申小莹的，内容都是几点回家吃饭之类的。还有就是冉姐的新发现，就是他。徐海涛是徐山川的侄子，年龄31岁，高中毕业之后呢，没考上大学，在徐山川父亲的饮料厂工作了5年，后来在迈克康养中心总公司担任徐山川的专职司机。这一般来说哈，这老板的专职司机都得是亲信，为什么呀？老板在车里说什么，他全都知道。因此，我申请了对徐海涛的通话进行监听，我发现有一个变声人的来电非常可疑，放。我查了这个变声人的手机号用户身份，居然是一个死者，买手机号用的是假身份证。这2次通话的地点分别是金浦路的橡树咖啡馆以及莲湖艺术学校的琴房附近，每次通话时间不超过1分钟，马上关机。小陆、小凡，马上启动对徐海涛的监视。好，冉姐，你怎么确定这个电话跟大康案有关系呢？直觉呗。王局，王局，怎么，在家待不住啊？待不住，待不住就回来干活，偷偷摸摸的把大家扣在这儿陪你梳理案情，加班费你出啊。师傅，我可以回来了。那我顶着呗。谢谢师傅。喂，是这边好了，晚上见。欢迎光临。目标出现。2位的房卡，请收好。好，谢谢。收到，收到。哎，哥们儿，戒指拔在哪儿啊？那边。谢谢啊。我进入房去了。喂，你在哪儿？交易取消了，有警察跟着你，快跑！不着急啊。你想聊的时候咱们再聊，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跟你了解一下，那个给你打电话的变声人是谁。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他。你不认识他，你给他送钱啊？只要把这人说清楚，马上就能走。但是你要不说，咱们可能就得熬夜了。给你叔叔打个电话，告诉他你在这儿，免得他找不到你。要不我帮你打？别，你给他打电话干嘛呀？他不知道我在外面的事儿。什么事儿？我委托那个人在网上赌球，因为网络上交易会有记录，我们就现金交易。怎么联系上这人的？
他发了赌球短信，然后我看输赢倍率挺高的，我就下注了。你相信陌生人？我想赚钱嘛。他说，很多赌球的人他互相都不认识了。一共赌了多少次？钱怎么转过去的？这是第一次，他让我在新都大酒店的健身房，等他信儿。下了多少？25万。因为输赢是翻倍的嘛，就是我要赢了，我能拿到50万。买的什么比赛？NBA，世界杯半决赛。我买的法国对比利时，我买的比利时，那比利时把巴西给赢了。25万从哪儿来的？我叔叔给我的。我想结婚，买了婚房，还是想按揭的。但我叔叔知道以后，就给我拿了200万，让我一次性付清。财务那都有记录，你们可以去查。是给还是借？算借吧，因为我在财务那都打了借条，我叔叔也没说什么时候还，就先这样呗。你跟谁结婚啊？这和赌球有关系吗？跟谁结婚？他叫曾小玲。叫什么名字？曾小玲。和徐海涛什么关系？我是他未婚妻。你知道他最近在做生意吗？生意？他只会开车，不会做生意。他平时有赌博的爱好吗？没有。可是他说他最近在赌球。不可能啊！他每个月的工资全部都给我了，他没有钱赌。你知道他借钱的事儿吗？什么钱？跟谁借的呀？他跟徐山川借了200万。他借钱干什么呀？他不可能不跟我商量的。他说他借钱是为了把购房款一次性付清。叔叔不可能把钱借给他的。我们购入那套房之后不久，找叔叔借过钱。叔叔说歌里头不都唱了吗？想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就只能靠我们自己。3月15号晚上7点，你在什么地方？我在前台值班。都几个月了，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怎么特殊？那是叔叔的女朋友夏冰清遇害的日子。谁告诉你的？海涛。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案发后几日，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在这之前，他跟你提过叔叔的女朋友吗？没有。那为什么案发之后突然提起叔叔的女朋友？他说他挺讨厌叔叔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觉得叔叔感情不专一，背着婶婶在外面交了不少女朋友。他不仅讨厌叔叔，也讨厌围在叔叔身边的那些女人。他觉得他们就像是组团来骗钱的。他辛辛苦苦1个月赚的钱，还不如人家1次的收入，所以他挺不平衡的。你觉得他们叔侄关系怎么样？不怎么好。他觉得自己特别憋屈，有一个大老板的叔叔，却不能靠他。3月15号晚上7点，徐海涛在干什么？他在陪我值夜班。他平常都陪你值夜班吗？叔叔不叫他开车的时候，他都会来陪我值夜班。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我们的前台保安，或者是我们同事都行。我说我不信了吗？没有。你对徐山川是什么看法？徐总，他这个人，我们不是很熟，平常也很少说话，挺有能力的吧？你从客房部入职部门经理，用了才不到1年时间啊。我工作很努力的，看得出来。冉姐啊，我觉得你刚刚是不是有些话堵住没问出来啊？你听出来了？啊？那他可能也听出来了。我有个猜测。哦，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你从曾小玲的回答中捕捉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第一，徐海涛从来不赌博；第二，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徐山川不会借钱给徐海涛；第三，徐海涛讨厌感情不专一；第四，徐海涛很爱曾小玲。没想到表面看起来憨厚老实的徐海涛也在给我们捉迷藏。但是案发当晚，他确实在陪曾小玲值班。这就是复杂所在。你知道曾小玲跟徐海涛是怎么爱上的吗？不知道。麦克康养中心总店经理是徐山川的情人小刘玉萌。这我知道，他是你的秘密证人。开始的时候，刘玉萌以为只有自己是他的情人，后来发现还有小尹，再后来发现还有夏冰清，一系列的发现让他的自尊心受挫，因此对男人失望，对女人嫉妒。你的意思是刘一萌嫉妒曾小玲？曾小玲是前台服务员，她的笑容常常被刘玉萌当成是勾引。刘玉萌需要她的微笑接待客人，又怕她的微笑会挑逗到徐山川，所以她经常找曾小玲的茬。真是变态啊！有一次在大堂，刘玉萌在那儿训曾小玲，被来接她的徐海涛给遇上了。徐海涛在那儿站了1刻钟，刘玉萌还在那儿骂。徐海涛实在受不了了，说：“刘总，这是我女朋友，给点面子。”就因为这个，曾小玲爱上了徐海涛。你想表达什么？心理学家认为，越是在危险的环境中，男女越是容易产生感情。还是不明白。也就是说，英雄救美人，美人也一定会爱上英雄。如果没有外部的危险环境，曾小玲未必会爱上徐海涛。那你想怎样？给徐海涛点外部刺激，没准他就开口了。我们看了当晚所有的新都大酒店监控录像，发现这位神秘人物非常可疑。放大。再放。送技术科，尽可能还原。好。冉队在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栏杆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台阶上有2个41码运动鞋的鞋印。露台到游泳池的直线距离约50米。如果这个人的双肩包里有副望远镜，那小鹿的双眼皮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断定这人就是边生。当他看出小鹿之后，马上就给徐海涛打了电话。冉队，技术科送来的。怎么这么像吴文超呢？什么叫像啊？这就是吴文超。研究院让他开门。这个脚印与新都大酒店的脚印一致。来，来这儿。这里，把这点都拍下去。拿那个。
原来吴文超真有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人格特质，顽皮，喜欢做出格的事情。吴文超公司提取的脚印跟新都大酒店的一致，说明监控里的人确定是吴文超。我们去他公司已经人去楼空了。这个徐海涛是铁嘴钢牙呀，死咬着赌球，编得还挺圆。你怎么确定徐海涛到新都大酒店是去见吴文超呢？首先，他们俩都认识夏冰清；第二，我觉得他们俩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种巧合的几率非常小。那就找到吴文超，撬开徐海涛的嘴。你好，警察。哦，你报的警？嗯，说说吧，怎么回事？刚才有个人急匆匆的进来，说要借用洗手间，我就告诉他那边有。接着说。后来街道的阿姨送这个来，说每家都要贴上。我一看，好像就是刚才那个人，就给你们打电话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走廊的尽头有个后门，他很可能是从那边出去了，没从这里走。多久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可能还在里面？我不知道，我不太敢过去看。你再仔细看一看，确定是这个人吗？不太确定，但就是很像。他穿什么衣服？就是一件深色的衣服，戴了帽子，背了一个包。好了。我离婚了。为什么？因为你。你请洪安阁当说客，结果说客被策反，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俩把他们给绿了。抱歉啊，我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说我们俩把他们绿了，事实上并没有。但是洪安阁回来一直问我到底有没有把他们给绿了，我就以为好像自己真的把他绿了似的。你这是心理暗示，情境的想象产生事实，谎言说多了，就会被误认为是真理。所以我们还是离了。我受不了伴侣一直无休止的猜忌。我为了你的家庭牺牲了我的家庭，具体的说是牺牲了我。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冉东东还在跟你闹离婚吗？已经不闹了，你们和好了？差办手续了。不如我们就随了他们的心愿吧。假如未来都被他们言中，那我们岂不是活在套路里？你笑什么？我想太多了。二位见过这人吗？你跟踪我呀？我没那闲工夫，巧合而已。无巧不成书嘛，我们写书的人都理解的。当一个作家不愿意承认他才华枯竭的时候，巧合是块最好的遮羞布。你说的对。当一个妻子不愿意承认感情破裂的时候，工作忙也是一块最好的遮羞布。
贝珍老师果然名不虚传，无论创作还是生活，都那么才华横溢。再珍贵的才华，在冰冷的质疑和充满恶意的挑唆下，也会被消耗殆尽的。东东啊，在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先别说。怎么回事重要吗？重要。没有工作重要。你说的对。姐夫，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知道我不爱听就别说。就目前来讲，您二位确实没有犯罪分子重要。安吉玉兰巷有人举报发现嫌疑人。贝珍休息了吗？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从他那儿回来的吗？我从东西那儿回来的，他今天过生日。啊，那你替我祝东西老师生日快乐呀！今天人家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现的，唯独我一个人。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再说咱俩马上就要没关系了，你带贝珍去也合理。你这么晚不睡觉，就是预备着跟我吵架吗？当然不是啊，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咱俩这还没离呢，你就明目张胆的跟贝珍扯到一起，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啊？明目张胆扯，这些话都带着明显的攻击性。你是反对我攻击你，还是心疼我攻击他呀？况且今天是他攻击的我，是你先无理的。你要不先说那些话的话，他不至于犯险。作为你还没有离婚的妻子，看到他单独约你出去谈情说爱，有那么点无理，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别信口开河，我没跟他谈情说爱。贝珍离婚了，找我聊聊，怎么了？离婚为什么找你聊啊？他离婚是因为你？因为你煽动怂恿黄安格让他相信贝珍出轨了，所以他们离婚了。那他出轨了？我不知道，你去问他去。他要是没出轨，洪安格所有猜测就是无效的，那怎么会离婚呢？你用这话问问你自己，当两个人离婚的原因是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出轨了，而不是另一个人真的出轨了，这桩婚姻就他妈完蛋了。我跟你就是这么离的。欢迎光临莲湖酒店。喂，我到了，哪个房间啊？1205。
欢迎光临莲湖酒店。喂，到哪儿了？我到大堂了。出电梯右手边。好的。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你何苦呢？不是要破案吗你？我终于知道夏冰清割腕时的感受，我要体会受害人的绝望，对破案容易有灵感。你有病！这么下去不行，做个交易。什么交易？要么跟我去看心理医生，要么我去你队里跟领导请假。你要是阻止我办案，我现在就跟你办手续。要能让你身心健康的话，我宁可现在立马就跟你离婚。胡乱再去行不行？不行，你不去的话，明天我去队里，告诉他们你有自杀倾向。行行，去，看看咱俩到底谁有病。你有病，都什么样了都？爸爸妈妈，我去上学了，拜拜。别忘了咱俩说。请坐。你们两位谁要做心理咨询啊？是她，我妻子，她是一位……我不要你说，我要他说，请你回避一下。说说你想说的吧。完事了，走吧。完了啊？你坐这等会儿，我进去跟他聊两句。我就是想知道，他的心理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他逻辑清晰，言语表达正常，
不像你说的有什么心理问题。为什么每次都能证明自己正确呢？难道是我得了多疑症？你要不要也做做心理咨询？刚才你们谈什么了？他出去的时候我看挺高兴的。他跟我谈了半个小时，基本都是别人的故事，问我能否看出这人有什么心理弱点。我告诉他，这个人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极度缺乏爱，渴望爱，尤其渴望母爱。他问我，可不可以把今天对话的录音发给他？难怪了，他谈的都不是自己。在我这里，不管他谈论什么，最终谈论的都是他自己。他和那个人一样孤独，虽然他表面被爱包围着。啊？你竟然说一个在蜜罐里的人不甜，用盐腌过的萝卜不咸，把眼睛睁到天明的人不失眠？真的，我呢，严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你笑什么？你太敏感了。你觉得今天这心理咨询师怎么样？啊？啊，我看你心情挺好的，很多收获是吧？嗯，对我很有启发。嗯，那就好。启发。带来点东西给你，我最喜欢的3本侦探小说。表面上写破案，实际上是写人性，笔锋特别的犀利。你冉姐她之所以破案厉害呢，就有这些小说的贡献。谢谢，我一定会认真拜读的。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老家脱贫了，脱了。父母身体也都挺好的，挺好的。你要还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就别铺垫了。你冉姐最近有点累，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个判断，她适不适合继续办案？我从来就没见他累过，尤其是办案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都熬不过他。那是体力，我说的是精神上的疲劳，不是心理感冒。还没感冒啊？那就换个说法，最近一段时间他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比如说敏感多疑、情绪低落、经常发呆、记忆不好、思维迟缓、脾气暴躁，甚至是喜怒无常什么的，有吗？你说的这些，跟他一点都对不上。他思路清晰，比我们专案组的任何人都冷静。他记忆力超好，嫌疑人的每张照片他都记得，询问当事人的每句话他也都记得。他不仅对案件的走势判断准确，而且还善于发现被人忽略的细节。你没有回答我最重要的问题。看我们这一行的，如果谁不敏感的话，基本都会被淘汰。敏感是破案的优点，就像你们做学问，喜欢在无一处有一，否则我们根本就破不了案。天伟啊，你冉姐昨天晚上她我揪心了。不可能，我亲眼看到的。说实话，这事儿我挺矛盾的。
跟不跟你说呢？说吧，肯定影响他的威信，而且家丑外扬。不说吧，我吃不大准再这么熬下去，还能不能挺得住？所以我想，我要不要跟你们专案组的领导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你千万别乱讲，他根本就没你说的那些情况，而且现在是案件的关键时刻，如果你反应不当，然姐被调走了，那我们这个案子很可能就变成悬案了。难道你希望凶手逍遥法外吗？不行，这就是我为难的地方。我希望他能破案，但我怕他生病。所谓幸福是以健康为前提的，他健康没问题。真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我负责。你怎么负责？抱歉，我说快了。最近他情绪如果有什么波动的话，你就及时告诉我。另外，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他。还有，一点经费，你请他吃吃饭啊，给他买点衣服，有的时候带他唱唱歌，让他开心就好。谢谢。我说你一个教授，怎么动不动就用钱来解决问题啊？放心吧，我们是一个团队的，都会互相照顾的。况且，然姐也没你说的那些毛病。夫妻之所以称对方为另一半，就是因为这一半病了，另一半会痛。他失眠，我就失眠；他吃药，我就吃药。我看着焦虑、痛苦、难受，我着急的跳脚，我想把自己变成囚犯，让他抓起来。你冉姐那人呢，不服软，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行，更不愿意接受我对她的关心和帮助，所以我就只能在外围做一些缓解她压力的事情，偷偷的，不能让她知道。我每天都在想，我怎么能让她像以前一样快乐？因为只有她快乐了，我们家才快乐。我现在甚至都害怕跟她交流，有心理障碍，因为她宁可相信任何人，她也不愿意相信我。哎，也许是她工作压力太大了吧。希望吧，希望吧。